俄罗斯、乌克兰决战红军村，俄军1年打光10万老兵。特朗普喊话乌军反攻，恢复援乌法案。扎波罗热大捷，乌军闪电收复失地，俄下令禁止报道遇袭画面。俄军战斗力断崖式下跌，10万乌酋兵请愿入战场。乌军夺回苏美重镇，俄军退防30公里。俄军轰炸机被迫从6000公里外起飞，乌军 F-16再次击落苏35。阿塞拜疆起诉俄罗斯，欧盟通过第18轮对俄制裁。中国、越南展开陆军联训，南海博弈再添筹码。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上期说到，俄军计划集结16万大军，在50天内夺取红军村、康斯坦丁诺夫卡和库皮扬斯克3座乌东城。如今，红军村的生死战开始了。过去2天，红军村方向的乌军战术环境持续恶化。当下俄军正从红军村2翼发起全线进攻。在西南方向，俄军主攻手是俄中央军区第2、第41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25集团军以及顿涅茨克第1军和2个格鲁乌特战旅。在东北方向推进的则是俄东部和南部军区的部队，主要包括第5、第35红旗集团军、第29、第36近卫集团军以及第49、58集团军和第68合成集团军，当然还有一些当地的杂牌部队等。但据统计，经过近1年的鏖战，俄军在红军村战场上至少损失了10万人，精锐老兵可谓是损失殆尽。以俄41集团军第74旅为例，满编3500人，打到现在已阵亡2479人，失踪2732人，逃脱或涉嫌其他犯罪者2789人。仅从数量上算，俄第74旅都换血2轮多了，现在还能保住番号，完全就是运气。俄其他旅的情况都大致相同，第35摩步旅更是重新整编了4次。反观乌克兰守军，战损数量要少得很多，远远逊于俄军。这2天红军村战场最激烈的战斗在东北方向的罗金西克村。大家看地图，罗金西克村地理位置很特殊，它可被视为整个红军村地区的钥匙。若是被俄军控制该地，将导致乌军防线出现结构性坍塌，进而失去战场的主动权。因此，俄乌双方便围绕该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据多个卫星图像显示，双方在村庄、边缘领带、道路节点陷入了长久的拉锯战。工业厂房内的战斗则以更为残酷的巷战为主。在战斗中，俄军投入了多支部队和部分来自远东的志愿兵团，不断地发起人海冲锋。乌军则以重装部队和国土防御部队拒止作战。尽管乌军兵力相对分散，但凭借防守的地形优势和预设阵地，先后共击退了俄军5次大规模进攻。之后更是使用无人机、巡飞弹、远程火炮进行了反击，双方一时间难分上下。而从19日中午开始，在发现人海战术没用后，俄军又从罗金西克村外围的斯塔尔曼矿区方向分批次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进攻，并为进攻俄军配上来其以为数不多的装甲载具。乌军则利用通风井、废弃工业建筑等障碍物埋设陷阱，伏击了俄军。当天初步估计就摧毁了俄军5辆轻型载具，毙敌23人，让俄军没有前进一步。目前俄军经过休整，再次集结起了新的攻击群，并开始重新编队，预计会在今晚或凌晨再次发动攻击，以夺取该矿区，保证50天进攻计划的顺利完成。与东北方向惨烈交战不同的是，西南方向的俄军采取迂回作战，主要打击乌军补给线，比其自动撤退，如 T0405 公路补给线目前已被俄军切断，其他2条主要副线也被俄军用无人机实施干扰，导致乌军运输车辆与临时弹药储存点接连被摧毁。而乌军此前在多个路段架设的金属防护网也被俄军远程炮火摧毁，战况十分危机。当然，俄军地面部队推进同样很难，因为乌克兰空军和无人机群正猛烈袭击俄军据点，即便俄军进行装甲突袭，但基本没出战线多远就被乌军无人机连人带车一起摧毁，加上战车残骸堆积在道路上，俄军经过变得异常困难。更何况乌克兰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还在不断打击俄军的防空力量。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这2天他们就摧毁了俄军2套 S300、3个 Podlight 雷达站以及2个尼 SV 雷达系统，为乌军的空中反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顿涅茨克残酷的拉锯战让火力军想起了特朗普7月14日说给泽连斯基的话：乌军不能总是采取守势，一味防守并不能改变战争进程。尽管特朗普亲俄，但火力军认为这句话没错。如果乌军弹药充足，应该以攻对攻，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否则以目前这种方式缠斗，再打2年战斗都不一定能结束。
那乌军有足够的武器装备支持其进攻吗？其实，在俄军积极筹备夏季攻势之际，乌克兰可没闲着，其通过欧洲盟友和美国获得了大量装备。截至目前，至少有3门美制 M270 火箭炮、49辆 M1A1 主战坦克、超过80辆步兵战车与装甲车，以及50万发155毫米炮弹、多次与标枪导弹和大量机载电子战系统，正源源不断通过公路和铁路进入乌克兰。这还不包括德国承诺7月未交付的数百枚远程攻击导弹，和美国承诺的用100亿美元重新武装乌克兰。当然，后者现在不好评价，毕竟特朗普的拖延症大家都清楚，这里就不过多评价。不过美东时间7月19日时，美国参议院以353票对76高票否决了116号修正案，这对乌克兰而言是一个十分利好的消息，因为该修正案正由共和党议员马乔利·泰勒提出的切断对乌军援修正案。投票结果否定了特朗普政府此前的暂停对乌军援政策，确定了美国2025年8320美元军费中包含对乌克兰无偿军事援助，这无疑是美国民意的又一次胜利。据悉，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已确定参加在德国举办的拉姆施泰因联络小组会议，并牵头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战场。南部战场，乌军正积极反攻，并已收复扎波罗热多地。综合 ABC 新闻和乌克兰南部防卫军的报道，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发起局部反击，成功攻下了奥里西夫市附近的数个阵地，并构建了新的防御掩体，且已对俄军形成局部的压制态势。乌南方国防军的发言人沃格申将军表示，尽管具体的细节尚不能披露，但他们在此地的反击正在取得效果。俄方对此则未发表回应声明，详细的战场状况有待进一步确认。同时，据奥斯特频道报道，在俄军基地内发现了乌军2360海王星导弹的残骸。从披露的画面看，该导弹给俄军基地造成了不小的破坏，但截至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信息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南端的克里米亚战场 ，Next.A 新闻报道称，俄占克里米亚的负责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近日颁布法令，禁止媒体发表任何关于乌军攻击俄罗斯军事设施的报道。他声称，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传播遇袭场景和后果的信息都是违法的，强调这会导致俄军的武器和人员部署点泄露，暗示这就是克里米亚之前遭受重击的原因。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做出进一步回应，不过这也反映出克里米亚的各地的俄军事目标一直都在乌克兰情报收集范围内，甚至克里米亚的标志性建筑克赤大桥都因情报泄露被乌军渗透而多次遭受重创。此外，在乌克兰战场上，经过这3年多的战斗，火力军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乌军内部底层指挥官要比中高层指挥官乐观得多。如在2024年的哈尔科夫战役中，乌军第125旅指挥官担心被包围，要求立即后撤，但2营和3营营长认为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最后通过反击将俄军赶了出去。那乌军基层官兵的自信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很明显，就是作战的他们十分清楚俄军出现了战斗力的断崖式下跌，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俄军的战斗风格与打击能力。乌克兰武装委员会陆军预备役主席伊万·里莫奇科甚至还因此谈到了绝地大反攻。他说，如果乌军准备反攻，那一定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会给敌人一个惊喜。而且据乌方消息称，目前已有 9.4 万名囚犯开赴前线，并有 1.5 万名囚犯递交了申请，正在审核，相当于乌军很快会补充10万兵力。由此可见，俄军的夏季攻势和乌军的夏季反攻，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谁更强。苏梅地区乌军的反击仍在继续，经过数周的行动，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金德拉蒂夫卡。该地曾在俄军之前的狂攻中被一度占领，还被描绘成重大战果，但如今已被乌军收复。我们知道苏梅是俄军2025夏季攻势的第一站，为此俄军集结了3倍于乌守军的兵力，包括大量的精锐突击部队，如俄军第155、40海军步兵旅、第83和第11独立空中突击旅，以及第177海军步兵团等部。也因此，在战斗打响之后，俄军迅速突破了俄乌边境，一度达到距离首府苏梅市仅20公里。俄军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苏梅地区沦陷，或者进行深入推进，从而为切尔尼戈夫州推进打开道路。这将直接威胁基辅，迫使乌克兰向北重新部署军队。但俄军低估了乌军战斗力，或者说是低估了乌军士兵赴死的决心。在乌军向苏梅投入预备队后，便遏制住了俄军的进攻势头。如今2个月之后，俄军在苏梅的攻势与2024年春末试图扩大其在哈尔科夫州的军事存在类似，正一点一点被打退。与此同时，乌军还对俄境内库尔斯克州发动了突袭，最终乌军第33突击团成功俘虏了5名俄军，安然返回。
据披露的视频显示，在审讯中，这5名士兵希望莫斯科方面可以用亚速钢铁厂的战俘将他们换回，但大概率不会被接受。据发布战果显示，俄军21日新增伤亡1170人。对此，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鉴于目前的损失水平，如果不强制动员，俄罗斯将无法维持前线部队的持续轮换。报道还称，俄军前线的惨重损失加剧了军队与军工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导致俄罗斯资金和人口锐减。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需要大量资金招募更多志愿兵，这需要提供更高的军饷；另一方面是因为提高军工产量会导致国防工业的工资上涨，需要更多资金支持。但随着制裁加剧，能源收入减少，尤其是在严厉的经济制裁之下，俄罗斯现在是蜡烛两头烧。一方面削弱货币政策以刺激短期增长，另一方面增加财政支出以支持军事行动，这将导致卢布贬值，从而损害俄罗斯经济。要在支持战争、降低通胀、保持经济增长的铁三角之间找到平衡很难。俄罗斯资源正在快速耗尽，而要进行更大战争，俄罗斯只能再次进行新一轮大规模动员。在空袭方面，乌军从能源打到铁路，再打到网络，俄罗斯这次真的惨透了。特朗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将军前脚刚离开基辅，俄罗斯就发动了袭击。7月19日时，俄军发射了23枚导弹和356架无人机，大规模袭击了乌克兰。但也许是爱国者到位了，乌防空部队成功击落了所有来袭导弹和97%的无人机，且没有伤亡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俄空军基地遭到乌军沉重打击后，俄军就将战机不断后撤。在此轮袭击中，甚至有一架图 95MS 战略轰炸机是从靠近日本边境的乌克林卡机场飞来的。该轰炸机经过中途加油，飞了6000公里到萨拉托夫机场装填导弹，其单程油耗就达170吨。结果投掷的导弹全被拦截，算是白忙活了一场。而这也透露出俄军会愈发虚弱的两点信息：其一自然是乌军针对俄空军机场的行动起到了有效作用，其二则是俄军的空袭成本正在增加。面对俄军袭击，乌军的报复从不隔夜。这不，位于莫斯科西北37公里的俄罗斯卫星城泽列诺格勒市遭到乌军13架重型无人机的袭击，并引发了大火。据悉，泽列诺格勒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电子、微电子和计算机中心，被称为俄罗斯的硅谷。但空袭影响最大的还是莫斯科的4大机场，皆取消了大量航班，暂停了运营。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随后表示承认遇袭，但强调拦截了来袭无人机，并声称各个机场已经恢复运营。但显而易见的是，莫斯科机场关闭的次数正越来越密集，如今已经出现了1周数次的状况。从流出的视频看，俄罗斯机场内仍有不少旅客滞留在机场，各个区域都挤满了席地而坐的人群。继莫斯科后，乌军无人机还空袭了罗斯托夫一带，直接破坏了俄罗斯当地的铁路设施，导致先后共有100多列火车被延误。显然，无论是空中还是铁路，俄罗斯的交通都因俄乌战争受到与日俱增的影响。俄罗斯都惨成这样了，乌军打击还没有结束。据乌克兰网络联盟报告，乌克兰的黑客于7月19日还攻入俄军用无人机供应商加斯卡集成的数据库，在窃取了47TB 核心数据后将其摧毁，连备份也清除了。目前该公司已陷入瘫痪。有相关专家分析指出，乌克兰黑客此次对俄无人机供应链的打击后果极其严重，俄无人机的生产链和研发能力将无法短期恢复。在前线空袭中，据马什频道报道称，乌军先袭击了为俄军培养航空兵的莱尔斯克航空技术学院，紧接着又出动战机对乔特基诺地区发动了空袭，重点打击了塞姆河上的桥梁和俄军油库，显然针对的是对方的后勤补给。流出的视频显示，乌军一架米格29击毁了俄军一座燃料仓库，现场清晰记录了建筑物起火爆炸的场景。紧接着，乌军一架苏27战机同时发射了2枚 AGM-88 炸弹砸向俄方大桥，随即发生爆炸。可见，无论是在前线还是俄罗斯的后方，乌克兰空军正愈发活跃。此外，在库尔斯克的边境 ，F-16再次击落了一架苏35战机。该消息来源是莫斯科一名名为宝子的华人军事博主。他说，一架乌军 F-16在70公里外发射导弹，于库尔斯克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军苏35战机，俄军飞行员跳伞逃生获救。目前该消息还有待验证。不过，乌军无人机部队倒是在持续打击俄军的大型装备，如不久前他们就击毁了3辆隐藏在掩体中的装甲车，外加5辆军用卡车。如今，乌军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得到了国际公认。近日，罗马尼亚就希望获得基辅的无人机生产许可，两国的防长计划举行新一轮会晤。之后，罗马尼亚可以将无人机出售给欧洲其他国家，基辅方面也可以由此获得更多的国防资金。另一方面，美国和乌克兰的武器互售协议也得到了基辅方面的证实。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新任女总理斯维里登科表示，基辅正在和美国谈判武器协议，
美国很可能将由此投资并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后者则会购买美制装备，包括导弹和防空系统。战场之外，俄罗斯处境也十分不好，可谓是祸不单行。据路透社报道，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发表公开讲话，称要客机坠毁一事起诉俄罗斯。阿利耶夫强硬表示，阿塞拜疆已准备向国际司法机构提交文件。同时，阿利耶夫还签署命令，废除使用的俄罗斯坐标体系，改用国际通行的 WGS-84系统。更为重要的是，阿塞拜疆还取消了境内所有的俄罗斯文化活动，并在3年内全面取消俄语教学。显然，俄阿两国冲突已经来到了一个巅峰。耐人寻味的是，阿利耶夫还对俄乌战争发表了最新观点，重申了对基辅的支持，即永远不要同意占领，永远不要投降。阿利耶夫的话显然也表达了本国对俄罗斯愤怒和强硬的态度，并不惧怕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对于阿方的起诉，俄罗斯方面尚未做出进一步回应。不过稍早时候，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曾声称阿塞拜疆参与了乌克兰的驻网行动。俄方称居住在俄罗斯的阿塞拜疆人为乌军提供了后勤协助，帮助乌军破坏了空军基地。随后，俄罗斯则在国内抓捕了一批阿塞拜疆人，这也是此轮俄方和阿塞拜疆冲突的导火索。之后，阿方搜查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驻该国的办公室，并宣布抓捕了俄特工。现在，阿塞拜疆有了土耳其的支持，更是对俄罗斯愈加强硬。俄罗斯也在逐步失去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波罗的海3国之一的拉脱维亚也发出警告，将驱逐841名俄罗斯人，理由是拉脱维亚表示他们不懂该国的语言，而拥有居留许可的俄罗斯人还必须申请欧盟的永久身份，同时通过拉脱维亚语的考试。可见，这些传统上受莫斯科影响的区域都已开始和俄罗斯疏远。其他方面自然少不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首先是欧盟通过了第18轮对俄制裁，令人意外的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居然支持了该制裁。匈牙利此前坚决反对新制裁，还誓言各种阻止，为什么现在悄无声息了？可能是因为欧盟冻结了援助匈牙利的180亿欧元资金，加上又有德国总理梅尔茨的警告，以及可能的投票权被剥夺，导致欧尔班在各种表演后还是乖乖服从了。斯洛伐克就更有意思了，其总理菲佐看到匈牙利有成功勒索的经历后，也想借着通过第18轮制裁方案之际，向欧盟索要一笔好处费，即保障其在2028年之后继续用上便宜的天然气，或者向斯洛伐克提供保障和补贴。如菲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经过6次反对之后，斯洛伐克别无选择，只能支持第18项制裁方案，继续阻挠将会危及斯洛伐克的利益。菲佐还强调，将与欧盟就俄罗斯天然气展开的第2阶段斗争，如果这一切都不起作用，将不会投票支持第19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菲佐还暗示，投票支持第18轮制裁是获得欧盟对斯洛伐克的天然气供应和潜在争端的保证后做出的，将继续与欧盟谈判。这第18轮制裁被卡拉兹称为迄今为止对俄罗斯最严厉的制裁方案之一。那主要包括什么呢？主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如制裁方案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由每桶60美元降至47.6美元，并引入动态审查机制，即每6个月调整一次，以确保始终比市场均价低 15%。又或是禁止第3国进口由俄罗斯原油精炼的石油产品，且欧盟首次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印度的最大炼油厂实施制裁，并新增105艘影子船队，使受制裁船只总数增至400多艘。总之，此轮对俄制裁涉及能源、金融、贸易，这将使俄罗斯经济进一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爱沙尼亚外长马古斯·查科纳表示，欧盟已着手制定针对俄罗斯的第19轮制裁计划，可见欧盟支持乌克兰的态度之强烈。查科纳还表示，之后欧盟的制裁只会越来越严厉。与此同时，英国也突然对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制裁。据悉，英国将18个俄情报负责人列入制裁名单，外加3个俄军情局的隶属单位，他们被指控策划对英国展开袭击。对此，莫斯科方面尚未做出回应。不过近来俄罗斯特工的活动有所增加，不久前在基辅，他们还清除了乌克兰安全局的上校伊万·沃罗尼奇，理由是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披露，是因为沃罗尼奇曾策划了针对俄黑海舰队的破坏行动，导致黑海舰队全面撤回到了俄罗斯本土海域。综合法新社、中央通讯社的报道，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7月下旬，中国将与越南在广西举行名为“携手同行2025”的陆军联合演训。据悉，这是中越两国首次展开陆军联训，联训主题为边境地区联合执行训练，以加强边境执勤经验，互学互鉴，进一步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